云南大理阿拉河村，这是21世纪初一个寻常的夏天。34岁的罗大哥生火做饭时，忽然栽倒在火塘边，停止了呼吸。被倒过来了以后就5分钟这个。同一天，他的妻子也突然倒地，不省人事。1989到2001年，这对夫妻所在的人口只有65人的阿拉河村中，共计报告了16份不明猝死病例。放眼整个云南，这种不明原因的聚集性猝死，自1975年以来，已经悄悄流行了30多年。截至2009年，云南已经有400多例不明猝死，主要集中在中北部的山区。更神秘的是，90%以上的病例都集中在7到8月的盛夏，尤其是暴雨升温之后。最初，有人发现病区居民头发中硒含量显著偏低，居民中检测出科沙奇病毒阳性，认为猝死可能是克山病导致。克山病是一种最早在黑龙江省克山县发现的心肌病，一般认为与缺硒和科沙奇病毒感染相关。它一度流行于农村地区，造成数千人死亡。但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和营养水平的提高，克山病已经大大减弱。为什么还会游荡在云南？中国疾控中心把这个难题交给了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 CFETP。 这个项目被誉为中国公共卫生的黄埔军校，专门调查处理各种公共卫生事件。CFETP 召集了来自中央和云南地方的多位精英，仔细回顾了之前15年间29份不明猝死病例的尸检报告，却发现这种聚集性猝死和克山病的病理形态对不上，克山病由此被基本排除，只能重新找原因。CFETP 再次回顾了1978年以来的病例，列出了一份可疑因素列表，其中性别、海拔等多个因素被列为危险因素，而野生菌这一项引发了格外注意。最终，他们把目标锁定在多名病例家中发现的小白菌，并在其中提取出3种毒素，一种是已知的有机酸，另2种是新发现的非蛋白质氨基酸。小白菌学名独钩者菌，主要生长在云南西北地区，成年人吃下3两到9两左右的量就可以致死。听起来量很大，但如果你炒一盘吃下去，很容易翻车进 ICU。 从2006年起，云南当地开展了各种宣传，尤其强调不可食用小白菌之后，不明原因猝死已经大大减少。而云南的蘑菇以及引力一种形象出现在互联网传说中，绿色的小精灵就朝我飞过来了。出现幻觉意味着蘑菇中毒影响了神经和精神，是最常见的症状之一。能致幻的毒素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裸盖菇素，它长得和一种血清素 5-HT 很像，能够伪装它，激活原属于它的受体 5-HT2A。 5-HT2A 本来在大脑情绪、想象、学习认知等各个重要部分发挥关联作用，但是裸盖菇素来了，却开始让它给你播放猫和老鼠。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蘑菇中毒后果更严重的人还在 ICU， 来不及和你描述吃蘑菇的感觉了。中国大型真菌约有1万种，其中有毒的有400多种。虽然致幻蘑菇很有名，但是中国蘑菇中毒事件的最大凶手其实是鹅膏菌类，其中包括12种剧毒鹅膏。有毒鹅膏菌中可以分离出4大类毒素，其中包括鹅膏毒肽，这是一种能够阻断蛋白质形成的剧毒，耐高温，60公斤的成年人服用24到48毫克就会致死。吃下鹅膏菌，最初可能只是肚子疼、恶心呕吐，看起来像肠胃炎。如果你不放在心上，24小时后症状会好转，但实际上毒素已经开始损害肝和肾。这阶段之后，你的一系列生化指标就会出现异常，肝肾功能衰竭，直至死亡。让毒蘑菇更危险的是，判定它并没有绝对可靠的标准，它可能以各种颜色出现在各种地方，即使生蛆生虫，虫没事，但是你吃下去会死。你可以参考权威机构给出的建议，远离戴帽、穿裙、穿鞋的蘑菇，但是最狡猾的猎手往往伪装成猎物的面目出现。白毒伞和白裸伞看起来长得差不多，麻毒伞看起来也像人畜无害的草鸡枞。黄裸伞这个名字可能是大理、丽江等地熟悉的红黄鹅膏黄褐变种，也可能是剧毒的黄盖鹅膏。我们还是劝你恪守仁德，不要招惹不认识的蘑菇。值得注意的是，小白菌等新的有毒菌种被发现后，云南不明聚集性猝死的案件还没有真正结束，在病例中还有一些未发现和毒蘑菇关联的案例，正等着相关人员进一步研究。不过，为发现致命小白菌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依然正在招生。战胜一种疾病很难，但总有人还在路上。记得提醒你和你的朋友们，不要随意采摘、食用野生蘑菇，更不要在网上购买致幻蘑菇。尊重研究人员的付出，也尊重你自己的生命。